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我们的全球大量化。再次邀请到是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好，老师呢上个星期稍稍告假了一下下，我带季波赢啦。这个星期一回来，我们马上非常隆重的来欢迎他。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我们今天中午因为吃播嘛，跟大家一起来享用美食。今天所享用的这个是什么？是上一回，其实如果长期是我们大白话的观众的话，应该就已经吃过了协发航泡菜。来，肉总，请。对，17款，亮哥刚刚看一看说，我弄假鬼啊。这个我大概是吃个5年的泡菜。你吃了有5年那么久，哇，你好走好，我都是买协发航啦。你走好前面呢。因为它的黄金泡菜太有名了。哦，对。黄金泡菜，它的黄金泡菜太有名了。然后上一次我们呢，其实白话已经先介绍过了嘛，哈。那上一次我在介绍的时候呢，我自己个人基本上我就说这上面基本上我大部分都买了啊。我就是有几个可能我孩子不能吃的我就没有买，但我觉得那个胡麻泡菜外面是比较少见的，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哦。因为黄金泡菜可能现在很多人也在做黄金泡菜，但胡麻泡菜是比较少的。然后呢，个人很推的就是，比如说杏鲍菇啦、黄金玉米笋啊，这个也是其他地方比较少看到的。那现在呢，我们的直接介绍价格优惠的部分了，来满1300折130，满3000折300，9折概念啦。那基本上呢，现在东西都有增量。那我很推荐的是这个催泪皮蛋，像今天你所看到的。催泪皮蛋不是很辣吗？催泪皮蛋还蛮辣的，但是呢，催泪皮蛋我觉得它的吃起来会跟外面的皮蛋会多一味啦。哦，因为外面其实蛮多有在做这种皮蛋泡菜之类的东西，已经很多的厂家都有做，我觉得那个是会多一味。然后另一个是什么？是我女儿很喜欢吃的，就是那个蒜香皮蛋啊，有一个有香菜。有一个没香菜，大家呢可以来看看你喜不喜欢吃香菜。然后呢，一样，我个人觉得拌面好吃。哪一个有香菜？不对，它有那个蒜香有一个有香菜，有一个没香菜，对不对？是这样吗？哈，蒜香有香菜的跟没香菜的，所以大家可以来比一下，看看你喜不喜欢吃香菜。那另一件事情呢，则是我个人觉得拌面好吃，但是我老公觉得拌饭好吃，所以面跟饭就各自有爱好者，但是它就是拌淀粉类的那种，非常非常好吃。然后另一个，他今天跟我推荐的是这个，我跟你老公一样呢。你觉得拌饭好吃是不是？另一个就是这个啦，这个多利多滋哈，他今天就是把这个加上我们就是类似洋芋片啊之类的，他说这个是他们自己在研发出来的一个新吃法。那另外呢，他今天也帮我们送上就是类似咸酥鸡，多利多滋加这个是催泪皮蛋。这个是蒜香皮蛋，蒜香皮蛋，对。然后今天他加了一个咸酥鸡。我们家呢那个时候我发现很好吃是什么？我给他刚好就是有那个黄金玉米笋跟海带丝，然后我给他配那个臭豆腐，炸臭豆腐。我发现这2个配起来加黄金泡菜也很好吃。蒜香皮蛋我第一次吃。哦，你觉得怎么样？不，因为多利多滋我蛮常买的。不过我都是配那个沙沙酱嘛，大家知道，对对对，这个真的蛮好吃的。真的吗？这样配好吃？对，跟沙沙酱真的不一样。我等一下来吃一个来看看哈。来，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特别优惠要告诉大家的是17款任选，然后呢，挑战最低价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算下来啊，说一瓶呢不到200块钱，你在网络上其他的都是250以上啦，好不好？啊，这个最便宜的也是223，我们现在排完之后，一瓶其实折扣后是不到200块，所以希望大家呢，以前都会跟你讲说啊，什么几罐，什么几罐，什么几罐，这次没有了，这次因为知道大家的喜好不太一样，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吃杏鲍菇多，他可能一次买3罐，那就让你自己配17款任你选。那如果到最后呢买起来的话，满1300折130，买3000块折300，马上就可以享受到全网最低价的价格。希望大家能够来试试看了。这个算是台湾的高级泡菜。你这样讲其实是它价格比较贵，确实有同事问我说为什么应该贵？对，真的。可是它就是我这出名声啊，就好像你胡须章去吃卤肉饭。你还是会去吃的，会啊，为了这出名声啦。对，它的口味就是真的有特别啦。对，这个有在里面吗？有啊，那个是罗大佑，那个也是我很喜欢，每一次都会买的罗大佑这个柚香萝卜。罗大佑。对，那个是
口感好。你看他马上在外面点头，厂商在外面点头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我真的都认得啊，因为我家就是真的有买啊。好，我们自己也在吃的，跟大家诚心来推荐，因为全网最低价，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料。好，另一个部分呢，也要再次跟大家来广播一下这件事情了。这个是我们现在呢，在每天的礼拜2跟礼拜5的中午，从12点到2点。新节目了。哎呀，我跟这个耀州哥哈，临时被赋予了这个新的任务，就是 T Radio， 我们即将要开张。其实上礼拜已经开张，陆续的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来加入。听说这个有call in的是吧？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对对对，然后呢，现在就是因为刚开始嘛，上路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加入，所以麻烦在 YouTube 频道或者是在脸书频道，希望都可以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等于是评新闻嘛，评新闻，然后同时呢，也希望跟大家，因为礼拜2跟礼拜5都是大月嘛，希望跟大家 update一些新的讯息。所以没有来宾的啦。有嘞。你哪边来？不是你们2个在那边扯而已吗？哎呀，我们2个聊天，但是也希望亮哥可以一起来啊！邀请你，我在此邀请您。我是礼拜5的。我懂，你看我懂。我是礼拜5的，邀请您。我第2个小时还会讲国际。我第1个小时在一起啊？没有。我第1个小时讲国内，第2个小时讲国际。礼拜2的中午呢，则是耀州哥2个小时，他都会品国内。欢迎大家中午跟我们一起吃播了。好。回过头来这星期我好多重点的事情要跟亮哥请教。首先呢是这个普丁，终于出国了，他呢即将要到这个中方来访问。那这一回其实呢，东北哈尔滨会去走一趟啦，因为这边有一个贸易会。从他带来的人也知道，贸易会是一个主轴，因为他带了央行总裁，然后带了很多的贸易团一起过去，也强调在这5年来，其实呢中俄之间的贸易翻了一番，那整个的交易量呢是越来越大。大家也知道，像俄乌战其实进行到了另一个阶段了原因是因为呢，到目前为止，大家一直在讲哈尔科夫现在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呢快要被攻下来。其实，在之前他们失败了，俄罗斯这边失败了。这一次呢，如果真的攻下来的话，因为它在地缘位置上面是蛮重要的，所以如果说呢，它在这边攻下来的话，对于它的战略地位不一样，之后要谈也不一样。那习近平这一次当然很会想要跟普丁谈，就是因为他刚从法国、欧洲一趟回来嘛，都希望说全球止战啊。这个止战当然就是要跟战争方来谈啦。其中一方俄罗斯，普丁应该比较会听他的话吧？原因是因为以色列呢现在看起来，蛮妙的是他在乌克兰这几天派去的是布林肯我看到那边弹吉他唱那个自由摇滚然后呢，另一边以色列这边派去的是苏利文。苏利文说去到这边呢，他就会先 hold 住不打，先让他等一下下，也许呢他在这边运作协商完之后，他可能觉得他可以瞧出一些什么事情吧，因为现在美国目前在选举的态势上头，就是拜登一直占下风，川普呢是在很多摇摆州都是领先的，所以呢，我们也想要问一下，因为就俄乌战这一局看起来，我觉得拜登应该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着力的点了。那现在呢，再派这个布林肯去到乌克兰前线，然后跟他讲说，你跟他讲我们会再挺他防空系统可以再送过去爱国者发弹 OK 只有一套，进前没被荷兰那套是德国给的。他后续有说又要再送另一套，然后另外呢，他也有在跟他讲说，总共要7套。他就是有给嘛，之前有说不给，现在说有给，之前有说预算可能会在国会这边稍微卡，现在告诉他说你不会孤单，人到了，你不会孤单。你怎么样来看一下这个局势的发展呢？因为看起来就是这一局打到目前为止，在今年开年以来，好像这个俄罗斯这边势红如注，两边都一样，都往最坏的方向在走。你是说乌克兰跟以色列都一样？我跟你讲我的判断是，普京这个国事访问完回去就要准备打了。你是说现在还先 hold 一下是不是？不是 hold 啦，他要稳住他的中俄贸易的形势。因为布林肯去访问中国，就要求中国不要再跟俄罗斯贸易嘛。对。那昨天中国外交部出来讲，说中国有权利跟俄罗斯做合乎 WTO 规则的贸易，正常贸易行为。对，所以表示中国不会让。那普京做事情向来都这样。他2022年1月也去中国
所以那个时候大家讲说他要进攻前先去了中国，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对，美国这样说了。对，美国这样说。美国这样说。那中国当然不承认嘛。对。那可是他为什么要先1月去中国？他要稳住跟中国的关系嘛。那现在跟2年多以前更不能比了。你现在贸易 double 变成2400亿，对不对？对。那中国大陆也在俄罗斯的市场颇有斩获啊。对。比如说汽车啊、手机啊等嘛那普京当然就是想要了解中俄的贸易可不可以维持稳定嘛。因为据了解，大概4月，在布林肯去，就是4月中俄贸易有稍微下降，跌了13%。就是布林肯去的那1个月。对，那所以俄罗斯当然想要稳住这个局面嘛。那因为美国也放话嘛，这是耶伦放话嘛，说要去查中资银行协助做支付嘛，对不对？俄罗斯的天才央行行长也跟着来啊。你直接叫他天才哎。女生真的很厉害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显然俄罗斯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就是要对口嘛，就是要跟中国大陆协调出一个转账的机制嘛。因为你如果是透过中国的那几大国有银行，真的就不方便做交易了。因为他们毕竟手上都有很大的美元部位。那如果只是透过地区银行比如说新疆的昆仑银行，那个又太小了，年营业额大概50亿到100亿人民币之间，那又太小了。所以一定是有一些就是账要先挂着了。比如说你跟我买能源，那个账就挂着嘛。那你跟我买能源，你就要付我那个人民币嘛。对。可是你不一定要真的付给我啊，你就在那个央行的账上扣嘛。我觉得大概就是要协调这种付账机制，那这个美国绝对看不到，你知道我的意思啊？那所以我认为，普京大概首先呢，当然还有别的啦，可是比起这个都没有这个重要。对普京来说，因为《金融时报》就直接写这一点，就是说普京最大的目的就是，不然因为他只有去2天呢，16、17，对，所以表示核心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确定中俄贸易能够稳定进行，那要找到一个更隐秘复杂的做账方式支付方式那至于其他，坦白讲也不用到他这个级别啦，因为各种文件他去只是签字而已嘛，当然还有那个西伯利亚投资计划当然有嘛，那个也会提啦，然后因为普京6年，他这个新的6年，他最希望做科技创新嘛，对，所以他有规划一些科技园区了，那他当然希望中国去投资啊，所以我是觉得这次访问北京主要的目的是经济性的，可是因为他被制裁嘛，所以就还是具有一点政治性这样那至于军事合作，我认为那个也不用习近平这个层次啊，反正防长对防长就去谈嘛。其实之前他也来，他也去，两边一直有往来，所以我不认为这是问题了可是我们应该说联动到俄乌战争的部分，我真的认为普京，因为习近平一定会转告马克宏的拜托嘛。对啊，就是说奥运期间可不可以停火？他跟马克宏也签了一个协定，然后那个时候联合声明，那个第5项大家也一直就是奥运期间停火嘛。是。那你如果是俄罗斯，你会怎么想？我就想办法在6月打快一点嘛。是这样子。当然啦、不是说那之前先不要打，是打快一点，打快一点是这样子，赶在那个之前先把要做的完成。现在所有的媒体也都这样写了。我说英文的媒体是，他认为这个时候就是空窗期，因为这个美国的军备要交到前线，真的难度很高啦。比如说你刚刚讲爱国者飞弹你现在又要再交一套嘛，你怎么送到哈尔科夫？从那个波兰那边坐火车过去是1300公里，半途就被弄掉了。我请问你怎么运嘛？你从奥德萨运吗？奥德萨现在随时都可能被攻击啊。对。而且最近《金融时报》有一个统计我觉得那个很有指标性。就是发现乌克兰的拦截率在下降。那这个就表示它的，就是比如说防空的力量变弱了。
雷达的力量变弱了啊。那俄罗斯是导弹、无人机同时来啊，对，还包括战斗机啊，那轰炸机了啊，那就是俄罗斯现在打中目标的频率越来越高。不是说 Starlink 也都被他们用去了吗？所以你就因为它的电战技术提高嘛，对啊，然后乌克兰的防御能力相机嘛，那兵力也出了问题，对，那军备递交也拖延，所以这个就是空窗期啊。所以为什么越早打对俄罗斯越有利？所以我才说，目前种种讯息给我的一种感觉是，他会速战速决，可能会我讲的速战速决不是说这样就结束了啦，是说他可能5月下旬就开打，然后会就直接打了很大规模，因为哈尔科夫是一个很大的城啊，是啊，第3大城，他目前事实上是在哈尔科夫的周边啦，是打了5个村嘛，哈尔科夫的人口应该有100万人，我以前看到的资料是仅次于基辅，应该是第2大，跟奥德萨差不多啦，可是你要知道哈尔科夫他是讲俄语的，哦对，而且据说其实战争之后有很多人他们是从其他地方迁到哈尔科夫，所以现在哈尔科夫其实是有蛮多人是居住在这里的。我跟你讲啊，因为乌克兰语不是国际语言呐，是啊。这个就好像闽南话不是国际语言一样啊，这个普通话才是国际语言嘛。所以事实上，俄罗斯对外的国际人才都是讲俄语的。所以奥德萨跟哈尔科夫是讲俄语的。对啊，虽然说他有可能不是俄罗斯裔，可是他是讲俄语的，这是2个概念啊。不一定是俄罗斯裔才讲俄语，不是这样啊，因为也有别种种族啊，比如说犹太人啊。那他们都是讲俄文的啊，他不是讲乌克兰文的啊，所以上次坦白说啦，上次俄罗斯并没有认真打哈尔科夫啦，他只是大概打了一下就结束了，因为基辅后来也撤退嘛，因为普京上次很轻敌嘛，上次他打哈尔科夫的兵力只有17万，对，那这一次是50万，而且电战技术也上升啊。那为什么会打哈尔科夫啊？因为就是普京要在俄罗斯边境确定有一个军事缓冲区了。那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边境实在太近了。对。那就是因为太近，也使得乌克兰要防守也非常困难。因为他要这个军援就变得相对容易嘛。是啊。那我认为普京现在可能在搞一件事了。我在猜啦，因为通常你要攻下一个大城市啊，比较好的方式就是里应外合了。当然啦，因为它这里面是科技大城，里面有很多的厂，然后还有研发中心，其实都在哈尔科夫里面，所以不要伤对他来讲比较好。对，当然嘛，对，这个你就去重新去研读一下1948年的北平无战事嘛，他在找傅作义嘛，就是里应外合，他就可以很快的打下这个城市。然后避免伤到他嘛，因为这些人才以后也是要用的，对，所以我认为他在酝酿这个，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从里面已经开始在抓人，就对了。里面有很多是讲俄文的嘛，我不跟你讲，讲俄文。那我跟你讲，他现在在放一个基调，也让我觉得有这个意思，因为泽连斯基的任期是到5月19号，对，那他没有改选嘛，是，那乌克兰的宪法啊。对于国会因故没有改选有规定，就是国会议员就自动连任，可是总统没有规定啊。那之后嘞？所以俄罗斯现在就在放一个调子，说5月19号之后，泽连斯基就不是合法的总统。你不觉得这放这种讯息很诡异吗？好像已经画了一个线就是在酝酿说你们有必要听这个已经不再合法的总统的指示吗？我们为什么要打成这样呢？你哈尔科夫跟我们都是讲俄文的，有必要这样吗？因为最近有人去看那个俄罗斯打下哈尔科夫地区那5个村啊，其中有一个村就是他打进去发现根本没有防守，就直接就溃散了，你知道我的意思？而且也明显的发现投降的变多，就是这个对乌克兰是很不利的，因为这个叫做士气啦。因为
坦白说，打仗是这样啦，你有军备，第二要有人嘛。可是这些人必须要有士气啊。你如果没有士气，没有任何人认为有机会打赢，那何必？就像当年嘛，当年那个纳粹去打丹麦，一下就投降了，他根本连打都没打。那比利时就是抗拒到底，所以比利时被摧毁得很惨。还有荷兰啊，那丹麦就相对就没有受伤啊。那当然还有法国啊，法国只打40天就投降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乌克兰现在内部可能会有这个氛围了，就有一些人就认为说，你又打不赢，有必要把这样的一个城给毁了吗？都撑2年多了。是啊，那更何况他是讲俄语的，里面有相当比例是俄罗斯人。俄罗斯裔了所以我认为俄罗斯的想法大概就是我打下哈尔科夫这个城市，然后就给奥运一个面子，因为习近平一定会转达马克龙的那个拜托嘛，而且法国最近做了几个动作都非常耐人寻味，政治真的都要看细节啦。我跟你讲马克龙那个普京连任的那个就职典礼G7 只有法国派人参加，他派了那个法国驻俄罗斯大使，是，对不对然后法国大使馆最近突然写了一个 Twitter， 说媒体有关法国要派兵到乌克兰全部都是假消息。你不觉得好像翻天地覆一样？你马克龙不是一直在吹牛吗？说你要派兵干嘛？那现在跟你讲，通通都是假的。2个月前说，我们怎么可以？我们的什么陆军会直接在乌克兰的土地上？是啊，是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当然就是要给习近平空间啦。就是说，我示好嘛，那拜托习主席跟俄罗斯提一下嘛，奥运可不可以停火？坦白讲，他运作一个更大的啦，可是我认为不会过了。是吗？法国现在提出主张他说所有的选手都穿奥运服，不要穿国家队的制服。可是我不认为国际奥会会同意啦。那可是他讲了，就表示对你示好嘛，因为他知道俄罗斯没有办法用国家队参加嘛，所以你去看法国做这些动作，那是在干嘛？就是要给习近平说，你看法国都这样表现了，那是不是？反正奥运也是大家的奥运嘛，就这样不过我认为俄罗斯要参加726到811的奥运还是不容易啦。会有不同声音嘛？不是，你不能用国家队嘛，因为你还没有打完嘛。是，你除非说乌克兰一下就投降了，然后大家谈和，但看起来也不可能，不太来得及啦，不太可能啦。那这种情况之下，国际奥会大概就会不让你参加了。那你可以个别派选手，可是俄罗斯一定拒绝的啦。俄罗斯也是一个很有脾气的国家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在酝酿中啦。是那这个是指俄乌的部分嘛。那以色列那个部分，那你怎么看俄罗斯突然零钱挣钱？你说如果说是5月20之后，那为什么现在换了一个经济学家去当国防部长？换防长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跟你讲，就是军事调度已经完全交给他，你就去查贪腐这样吗？不是，不是交给他了，他离职了，他去当国安会议了。哎呀，他去了。秘书啊，黑狗卡博实权啊？不是啦，哎呀，对不起啊，打仗的时候军事调度是参谋长负责的。是啊，参谋长没有换换他是什么意思？事实上，换绍伊古的同时，逮捕了国防部副部长，你知道吗？贪污，贪污，我觉得普京因为今年的俄罗斯的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6.7%啊，我看到的数字是1180亿，去年才700亿耶，去年占 GDP 是3% 多啊，现在是6.7%，那已经联动到俄罗斯整个经济啊，那6.7很大，很高。那俄罗斯的
制造业的经理人指数，冲到54啊，全世界第一。这么高，你就表示它的军工产业全部跟它的经济的关联度有多高嘛？对，所以那这一位新的国防部长他是副总理嘛？是，他就是专门搞军事经济的。所以我觉得普京已经我认为他对这个战争大概心里已经底定了啦。他已经在做战后的整个经济的复苏啊，调度资源啊，然后管理国防部的贪腐啦，在做安排了啦那当然还有第二个啦，就绍伊古打得并不好啊。就打2年多怎么会好？而且本来只想要打几个月的，现在打2年多，也死了蛮多人的啦。对，民怨也是还是有啦。当然有啦，当然他死了很多人啦。事实上，我跟你讲俄罗斯有一大堆军事网红啊，都在骂绍伊古啦。这个普京不可能不知道啦，所以我是觉得他换防长，你不要以为不是要打，就是要打，而且他是对打成竹在胸啊。那是要打的同时，要能够不浪费资源，然后顺便做整个战争经济的管理。所以才换这个防长。因为他已经不是单纯的国防部长了。对，你手上有6.7%的 GDP 这相当可怕的钱呐。所以我觉得是从这个角度看啊，事实上乌克兰也换防长啊。可是乌克兰那个就比较没有那个感受，因为那个我们扎卢斯内是因为跟泽连斯基不合嘛，扎卢斯内是希望和谈嘛，对不对？对啊，让他换成那个 Sersky 啊，可是我跟你讲啊，那个 Sersky 是俄罗斯裔啊，是啊，你不觉得很怪吗？你不觉得很奇怪吗？换一个反而谈起来比较没有障碍的。这样讲吗？我跟你讲啊，现在还逻辑比较一样，现在还传出一个奇怪的声音啊，说那个绍伊古啊，他的血统是鞑靼加乌克兰，他表面上看起来像鞑靼人嘛，那事实上他是乌克兰裔的，是哦，所以他去当国安秘书啊，是不是未来有一些事情要让他处理啊？运筹帷幄，不，因为可能要处理一些乌克兰地区的账务的管理啊什么的啊，这个就不是新的那个防长熟悉的嘛，对，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些安排，那反正这2个人都是普京的心腹啦，所以这个跟普京的权力是没有关系的啦，是比较像是工作上，他开始觉得说要找一个懂战争经济的人来做统筹啦，大概是这样。OK， 那以色列基本上我认为挡不住啦，因为这个他现在大概已经被迁走，包括东区的拉法，是，还有中部的拉法，大概迁走了将近30万人。对，那接下来就不知道他要打到什么程度，因为加沙战争比较单纯，只要以色列决定不打就结束了。但他现在就没有决定他不打，看到整个坦克都开进去了。不，那个是东拉法跟中拉法，对，他进去了。对，那他的真正的目的啊，他有2个目的了。第一个是他要控制整个拉法地区了。那第二是他要派重兵守住我们叫 Rafah Crossing 啊，就是这个拉法跟埃及的边境。因为拉法跟埃及的边境目前是埃及在防守。那以色列认为漏洞百出了，他认为哈马斯能够崛起，得到一些军援，就是从埃及边境进来的。那埃及那边在那边做管理的士兵只有750人啊，所以以色列非常不以为然啊，所以他这次你看他直接切进来就是切拉法的边境。对，我认为他主要目的是军事上要切断拉法边境跟埃及的互通啊，断他粮了。对，不止粮，还有军火，东西都断，对，都断，还有建材，这是第一个啦，第一个要务。那第二个要务，他要控制整个加沙地区，那这是最后一块，那他逐渐往前推嘛，就是逼
哈马斯离开了，因为坦白讲，他们都混在难民里面嘛，你也不一定可以打得完呐，可是我认为这个会跟他这样向前压，然后他有事先有弄出一块空的区域，叫他们搬到那边去，白色帐篷啦，他也有拍出来给人家看，说你看我们这边弄了好多，让他们可以来。听说在那个 Ulis 那边嘛，那个城市早就被他占领了嘛，那就沿着海岸方向嘛，那就叫他们挪到那边去了。那战争哪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是叫人家挪，所以美国才在批评嘛。对啊，说那去那边的生活管理你怎么办？粮食跟水怎么办？所以我是认为这样啦，就是以色列这个就是说，他军事的战略目的他一定要达成，所以拉法跟埃及的边境他一定要占领。那一旦他完成了，到底这个哈马斯要消灭多少？我认为这个是可以谈的。所以你觉得他没有原先，反而没有原先那么激进，不是他现在只想要达到他原本。你不知道哈马斯在哪里嘛？对，你如何消灭？对，不然你像美国就跟他讲啊，说我提供给你所有的机密情报了，你不要打。是啊，美国这个建议就跟他讲说，你把他杀掉就好了嘛，杀首脑嘛。那我美国会把我的情报给你嘛，告诉你人在哪。对，可是以色列没有答应嘛。对啊。他为什么没有答应？因为他要占边境嘛。他那个还是要做。对，他不能跟美国讲说我要占领这里啊，他不能这样讲。我坦白讲，我认为美国知道了。可他公开不能这样讲嘛。所以如果他真的占领了边境，那哈马斯能够杀到多少？我认为对以色列来讲，就是看能不能把头目都抓到，然后大概就这样就要做个结束了啦。就拉出来祭旗，这样子就代表我完成了，就差不多了。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有没有完成目的啦。那你觉得苏利文这一次去，比如说他们已经开始在讨论战后要怎么样来做，然后找埃及来，然后找这个阿拉伯来，以色列不会撤军啊。对啊，可是问题是，他要大家就是进去维和，然他自己，美国自己说我们要去，算老几啊？你布林肯都来过7次了，什么结果也没有啊？我跟你讲啊，这个地方要当地人讲话才比较准啊。为什么阿拉伯人不信任以色列？因为1982年发生过一次。1982年以色列要打黎巴嫩，对，那以色列就跟美国啊，跟阿拉伯国家讲说，我只打40公里啊，那进去我把激进分子都清掉，我就撤军啊。1982啊，结果搞到最后，以色列打进110公里，这个缓冲区缓冲的很里面，打到贝鲁特，很里面。那人家就说你要不要撤军啊？什么时候撤军你知道吗？2000年，隔了18年。所以，然后他当然讲一堆理由啊，说情势有变啊，我没有办法走啊，被卷进去啊，讲一大堆理由就是了啦。这犹太人能言善辩，什么话讲不出来？那阿拉伯人是完全不相信你啦。他认为你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占领占领加萨。军管，然后比照约旦河西岸开始成立种族隔离区。那不就又来了？本来就是这样啊。我跟你讲啊，约旦河西岸就分成3个区。对啊 ，A、B、C 嘛。对啊。那 A 就是没有以色列人，没有犹太人的。那 B 就是屯垦区嘛，一半一半。3就是那个有以色列驻军的。就是它分成3个区，一个有驻军的，一个是警察嘛，那一个就是没有的巴勒斯坦人自治，分3个区。我认为他根本就是同一个想法，所以他等于把那个已经吵得蛮严重的屯垦区的状况，他要直接搬到加沙这边来。所以，而且有人已经喊出来了，说 Gaza City 希望能够变成新的屯垦区。那巴勒斯坦人不能进来。可是美国一直说不要，那这件事情也没有办法撼动他，就是了，就去几次都一样。美国又没有军队，你能干嘛？也是，他自己不派人去。对啊，我这个就是硬干啊！我跟你讲，他硬干的事情太多了啦。那我认为以色列的基因就是这样思考，就是要把加沙军管啊，那切断他跟埃及的那个边界的充满漏洞的一个边境嘛。
那至少可以因为这样，哈马斯要再度复活，难度就会变得很大了，因为你就得不到军援嘛。啊，你人就一直在里面管着，人家要怎么去弄，你就会一直在旁边。就像约旦河西岸，对啊，约旦河西岸也不是没有暴动，啊，可是就不可能是不会闹大，不会闹大，就是这样。我认为这个才是他真正的目的。那这个真正的目的，坦白讲，不可能说里面还有哈马斯我就不撤军，不可能啊，因为你杀不完呐。可是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你看现在是5月嘛，5月中，然后呢，这个美国选举是11月，那也不过不到半年的时间，这件事情又没有办法结束。我跟你讲啊，拜登要怎么办啊？我跟你讲啊，因为现在美国校园还是很烧哎呀，我跟你讲，拜登的想法就是如果以色列可以在7月结束战争，那以后当然会有零星的暴动可是零星的暴动在美国就没有新闻了。所以你得1个半月，他会把它解决。当然可以解决，现在都已经打进东拉法了，现在已经把30万人移走了。然后埃及这边，他只要那个关口，他把它封住了。他事实上就是剩下里面那个拉法里面有100万的难民营，你要怎么处理？对，那他很可能就认为说，那个难民营就是让他维持现状，那个地方叫做巴勒斯坦区嘛，可是他要把那个面积缩小嘛，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嘛，然后到时候再盖围墙把你封在里面嘛，因为约旦河西岸就是这样干的他那个围墙多高啊？就盖围墙把你围起来嘛。OK。对他来讲，他就是能杀多少哈马斯算多少嘛。我觉得他的策略越看越清楚，大概就是这样嘛。所以等他困你在里面，然后面积越来越小，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大概就开始盖拉铁丝网了，把你封在里面，然后就开始加强攻势，把它做成围墙这样。算了啦。因为联合国已经不知道开几次会了，每一次都一样。然后讲到很多人，布林肯都去7次了嘛，你怎么弄啊？讲到每一个人，只要一听到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说真的是看到那个联合国，看到那个巴勒斯坦那个代表这样讲话，然后哽咽，真的很多人眼眶都红了。但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会解决，就这样。好，那刚刚亮哥已经讲，那你看那个以色列联合国代表多嚣张，真的，他直接拿淘宝买的碎纸机在那边把宪章整个都弄掉，那个真的是让大家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就是说，现在到底这场战争，看起来2场战争，一个乌克兰这边看起来是因为法国的需求的关系，所以呢，可能他们会请求中方这边，然后跟这个普丁修共结。乌克兰这边，因为那个已经是没有办法取决于拜登了嘛，没法都失利啊嘛。以色列这边你觉得他可以解决？对，可是哈尔科夫他照打嘿啦。照打不过他这个意思不是一样拜登无法失利嘛？不是一样，拉法以色列也是照打但是乌克兰这边他在国内没有烧他在国内没有人像那个包围校园那个大部分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嘛？那个他如果把它解决起来，其实他应该还是有机会。如果7月的话，那就是只剩因为什么乌克兰那边没有烧？因为乌克兰的又不是难民，他又不是集中在难民营，他们住得很分散嘛。那俄罗斯并没有去炸平民的房子它是公用设施，它是军队跟军队在交战嘛，它了不起炸你的电厂、水库，对不对？民用公用设施，所以当然那个产矿就会比较少嘛。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打法。那只是说两边的战争的前提都是俄罗斯你要打到什么时候？对了，那这边以色列要打到什么时候？对了，因为他们完全占优势嘛。是。那俄罗斯并没有要打基辅嘛？没有。所以他只是要弄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军事缓冲区嘛，所以最可能的是他打下哈尔科夫，然后呢就逐渐的就在那个北东南这边画成一条线，那个什么顿涅茨克河以东，开始建立缓冲区嘛，那他也没有完全占领，比如说跟你距离个50公里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奥德萨，奥德萨他也会出去弄个缓冲区啦。不过他不至于去打奥德萨这个城市了，因为这个太争议了，因为奥德萨距离罗马尼亚那么近，对可是他要缓冲区，为什么呢？因为他要保他的黑海舰队，是，就是要保证你以后不能打到我黑海舰队，
不能打到我的克里米亚嘛，所以他必须在那边弄个缓冲区。我觉得大概这样就结束了。就是我讲的结束，不是说真的停火了，而是他不会再打了，不会再往下继续很大局的往里面走这样子。那这个你说今年会不会完成？我认为会完成。今年可是泽伦斯基会不会投降？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俄罗斯会达标。就他会比如说打我奥运我又不能参加，我就继续打。对，那7月8月搞不好都在打可是很可能6月哈尔科夫就没了啦。那接下来就看状况嘛。那乌克兰如果反击还是很厉害，我答应你奥运不打，我没有办法我要反击啊。战争是这样，没有一方有办法完全的说我一定怎么样，不可能，因为战争就是战争嘛，它正在进行。你顶多是承诺习近平说，我726到8月11号不会有大规模的进攻，是你顶多讲到这里而已啦。是，但是呢，这个选战的这场战现在是真的打得如火如荼，因为在美国目前看起来呢，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嘛，川普民调遥遥领先啦，人家现在副手出来，如果真的是 Neil Rubio。听说现在还传出另外一个人是微软的前副总裁，哎呦，他是南达科达的州长，科技业挺他哦。如果他选择这一位，那他就是想要拿一点中间票嘛。对。那如果是选 Rubio， 那就是走基本盘嘛。是。那就看，就是坦白讲，竞争很激烈啦。就是2个人的总民调现在几乎一样，你知道吗？是，就5-5波，有人说这个是最危险，而且是最激进的一次选举。然后摇摆州6个摇摆州 ，Wisconsin 川普输掉了。为什么呢？因为红海跳票。当年呢没有给他办好。对，富士康 Wisconsin 跳票，那拜登就臭骂川普嘛。那顺便把微软拉进来。所以拜登现在在 Wisconsin 反败为胜。是。所以这个选举坦白讲还是有很多变数了，因为现在才5月。那在这个微妙的过程当中，很多人都这样讲说，他现在是在超川普嘛？因为呢，301下呢，这审完之后讲说，没有，我们现在要再下一城啊。就目前来说呢，180亿。1800亿，然后呢，这一些东西呢，它全部都要加征关税。那里面有什么？来跟大家这边直接讲哈。这个本来是0的，现在会提升到25%，这是关键矿产的部分。然后呢，还有这个太阳能板的电池呢，从25%到50%，最高的就是这个了啦。来，锂电池，电动车锂电池呢，关税从7.5%到25%。整台车的话，从25%直接提升到100%。好，现在呢，他们就直接讲了，说这个呢，就是他要再下一层，因为北京一直在作弊。但是也有很多人在讲这个讲法了，叶伦是讲说，希望北京不要报复力道太强啊，不要太激进啊，什么什么。但也有人讲说，北京基本上虽然出来讲话了，觉得这一切呢不公平等等等，但是他可能不会被伤的那么多，原因是因为本来的市场很多不是在这边。那我的这边其实也全车进口根本就没有对，可是那是个案那他这样子的讲，真的会对他选情有差吗？你觉得这个？这个就是表示选举真的很接近所以他就是在对这些业者示好嘛。对啊。那这个业者当然有工人嘛，那他就认为这个有票嘛，而且坦白讲，这几个产业汽车工会、汽车啦、太阳能，就绿能啦。还有电动车的电池，本来就亲民主党嘛，不然他怎么不去处理石化业所以我是觉得他是选择性的啦，就选择跟民主党比较好的企业那事实上他加税根本一点作用都没有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占比太低了，对啊，它非进口不可。比如说我随便讲，那个电动车的电池，美国全球市占率只有6%。那中国全球市占率是79%，对，所以你非用不可嘛。那非用不可的也很多是美国的公司买的东西那到时候你就一样嘛，就转嫁给消费者所以东西都会变贵所以是对消费者不利，可是对厂商有利可他现在年底要降息，那这样还做得到吗？如果他这么搞的话，
又再我跟你讲，一次的你不要用经济思考他的政策了，你用选票来解释他的政策了。哦，我的逻辑错了。当选之后，搞不好又修正啊。嗯，那本来拜登就是这种人啊，就是政客一个嘛。他现在根本就是在救自己的选情呐。那我再比如讲太阳能，太阳能中国大陆全世界的市占率更高，85%。那美国太阳能相关产品的市占率大概只有7%。你怎么可能不买中国的，只买你美国的？你美国的又贵又差，那他这是加25%的关税嘛？对，那还是会有人买啊，那只是变贵啊。而且你要知道，这是90天之后才实施哦，1个半月，不对，90天是3个月，3个月，所以等于是9月才开始9月哦，对，所以根本就是吹牛的政策是喊给那个领域的企业家跟那个劳工听的嘛。我说这个叫选举嘛，但是就是等到它实施与否，北京基本上，因为北京现在，我觉得中国大陆已经想通了啦，他反而要让大家觉得他是 WTO 的捍卫者，所以我不认为他会反向做贸易战，他比较可能的是减少采购，所以你要这样对我是不是？那我就不买你的，那一样伤你美国啊。那中国大陆要不买美国，那项目可多了，就是这样啊。比如说大豆，大豆可以去买巴拉圭啦，就如果他这人要动啊，转移啦大豆又不是买不到，我为什么要买你美国的？大概会变成这样啊。农产很多，像之前的大豆啊、玉米啊，之前都因为曾经其他国家比较便宜，然后被转单嘛，还有采购啊，比如说我随便讲啊。他本来还是有跟美国买一些半导体，还有其他的零组件，还是有啦。那我就都不要买啊。那当然有可能这样做啊。那这个就没有违反 WTO 啊。对，我认为他比较可能这样去制裁啦，报复啦。就是不会是那种很激进的说你加我多少，我加你多少。你觉得现在不会是这种用这种方式？坦白讲，都加完了啦。马西啦。因为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项目远远超过美国出口到大陆的项目啊，这大概都加完了啦。可是中国大陆不喜欢用这一招嘛，他更可能的是，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就是采购减少。因为现在最新看到了高通，他们自己去国会的时候跟大家讲说，华为现在已经不买我们的了啦。对啊，华为现在那个 Pro 70 Pro 被发现说那个拆开之后，怎么包括了很多的这个晶片半导体啊等等，好像全部都是大部分的零件换成了中国制了。所以等于换句话说，在科技战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时候，中方这边是准备好了，我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吗？一直在进程当中。有一些没有被制裁嘛，因为他们不是华为嘛，华为是因为5G 被制裁嘛，对，所以联动到手机嘛，对。中国大陆其他的 OPPO 啦、小米啦，并没有被制裁啊。是。那后来跟华为脱钩的荣耀也没有被制裁啊，对不对？他一直在选他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觉得还好啦。反而是英特尔受伤嘛。对。因为华为是他中国最大的客户啊。那本来是买他的 CPU 啊，没有错啊。那你等于就是逼华为去买自己的 CPU 嘛，比如说龙芯啊，或者麒麟啊等等啊，那这个就是美国自己的选择啊，这有点怪谁呢？那你觉得在 AI 战的这一块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星期在瑞士这边有开会了，然后呢，里面其实在这个有美国很多的报道，他们讨论的是他们之后会不会把相关，比如说人工智能啊，能不能用到就是核武啊、控制啊等等的这一块。那个国际基本上就是不准啊。对，所以军备谈判，他们说，那个报道还是这样写的，说哇，他们很讶异中方会接受讨论，因为其实呢，中方一直拒绝谈他们自己的什么核武规模啊等等相关的事项啊等等的。没有了，那个他也不会告诉你了，他只是跟你讲说，原则性不能用人工智能来搞核武了。因为那个就完全不可控嘛。
事实上不止这个啦，我认为不会只有核武啦，就是以色列这一次打加沙就是用人工智能嘛，对，然后因为这样误杀了很多人嘛，这个人家已经都有资料了嘛，那中国大陆同意跟美国做这个有关人工智能的高峰会嘛，这个事实上也不是只有他们有兴趣了，美国、欧洲也是啊，所以我认为这个不是什么两强在对抗，倒没有了。就只是在一个新的领域上面，大家开始有一些先通盘的讨论。对，新科技上面如何而且制定规则，对双方都有害了。就这个东西如果真的放手，那到时候不可控啊，是这种问题了。把规则讲清楚就好，对大概是这样。那其实呢，到目前为止，中方跟这个美方之间，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关税这边的对垒之外，那当然南海这边，有很多的战事也。感觉那个紧张对峙的气氛是蛮高的。另一个呢，则是在民间的部分了，因为我直接看到一个比较有趣的报道哈，是说呢，竟然在美国买房子或者是在美国买土地，然后呢，现在被发现说，只要是在军事领域的旁边附近。那你就会直接被请走，或者是甚至就违反了当地的法律。因为他们这次有采访到一个个人，然后那个个人呢说他17岁就去念书了，然后到了30几岁好不容易工作了，要买间房子，结果因为呢他买房子的地方呢刚刚好在迈阿密那边接近军事设施、机场或炼油厂，因为那边有个海岸警卫队的小前哨。然后他就不能买了，像这样子的一个对垒的情势，其实会让彼此之间的那个，这个是佛罗里达的单行法，对，这是联邦法律。对，但是他这个会感觉会让那个情势很常升温。个别州没有办法不一样，不，因为这个地方是 DeSantis 的地盘，那他就是非常保守啊。对，他事实上已经发令，过去的就不算了，那未来中国人不能买佛罗里达州的土地，他已经发令了。那美国各州没有跟进，就只有他这样搞，就是不准人家买土地了。那有一些是事后才发现啊，比如说最近有一个 case 是怀俄明州嘛，对，怀俄明有一个人买一片土地已经买了10几年了嘛，结果最近突然之间被美国的国土安全部发现，他距离美国的空军基地只有16公里。是。问题是，他当初没有做投审会的申报啊，那怀俄明州竟然就这样通过了，那现在被国土安全部发现了，所以要求他要卖掉，就是这样。但这个之后很有可能，因为那个就会变成是一个越接近选前，是不是会越被放大进来检视？不，那也要有真的距离军事基地很近啊。也要有这些的例子，你的意思？不要有事实啊，事实存在。对啊，这个是事实啊。对啊，可是这个是佛罗里达州自己定的州法，这个不是联邦法。而且我很惊讶的是，他还讲说他可能会面临牢狱之灾。除非他有欺骗了。是哈。这个，因为美国真的有点，就是地方的关系好，那有一些地方并没有这个敏感性嘛。搞不好那军事基地根本一点都不重要，谁知道？只是一个哨所啊，哨所算什么屁啊，对不对？所以大概当初佛罗里达州也不以为意啊，他可是现在换了州长啊，就是也不要说换了，就是这个 DeSantis 又连任了嘛，然后他越来越强硬嘛，就这样啊。会一直被拿来做文章，因为呢，那个对峙的感觉跟氛围，其实那是一种双方你感受到民间的。因为民间这种人就是会跟自己切身相关嘛，对不对？有切身相关，你才会有感受，有感受强烈的时候，就会慢慢酝酿出一个社会之间的氛围。在菲律宾目前的社会氛围就是，好几艘船，因为他们现在办什么100艘游轮，然后呢要去这边来办 party。那从今天开始出发，大陆这边呢是说有来了30艘，里面呢是有几艘个位数的海上警卫，然后呢，其他同样也是民兵。那呢，30艘要对100艘，你怎么样来看黄岩岛这么一件事情？原因是因为现在情势是说蛮紧张的啦，因为呢，央视现在一连3发说呢100万吨大区就是055即将要过去，然后轰6K 也过去。
那可是问题是中业岛这边其实它只有一个口而已嘛，所以如果进去的话，它把它围起来的话，应该就是进不去。我觉得他以前就发生过，他用那个浮标把它围起来。对，黄岩岛那样围起来，它就一个口啊，围起来啊就进不去了。那这个对峙的情势，这等于是菲律宾的民间团体在协助中国做演训啊。中国本来还没这种机会嘞，我如果做演训还要被你抱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我055刚好出去走一趟啊。我认为他055啦、轰6K 啦，去黄岩岛周边，根本就是在做演习啦。他需要这种锻炼啦，因为黄岩岛对他来讲，早晚是要吹田的啦。对。那现在还没有吹田嘛？对。那我也找不到理由去那边训练啊。我觉得他每次过去菲律宾就会叫给我这个机会啊。你不来，我还没有办法像这样子。你没有借口啊，因为那个岛没有盖啊。黄岩岛大部分是在海底的，可是它非常大，对，它非常大。那吹田也不难，中国大陆一定可以吹田的啦啊。那既然没有盖，你那个轰6来，你有什么正当性？对不对？可是你这等于是逼我来做演习啊，那这个菲律宾也没有力量占领黄岩岛了，因为黄岩岛太重要了。是。那可是中国大陆不会中你的计了。因为中国大陆，我认为它有几个最高的领导原则啦。第一，就是只要多数国家支持南海行为准则，那我们就跟多数国家站在一边了。你可以看到菲律宾这个动作，东南亚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出来帮他讲话。对。那中国认为他这样就赢了。他没有必要打败你啊，他只要不让你进去就好了，孤立你就好了。我觉得他会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的观点啊、观感啊，比如说我都要驱散你，我就用强力水炮去轰嘛，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啊，可是他不要嘛，他认为我不要这样让那个东南亚人看得不舒服嘛，因为东南亚的国家。他们毕竟还是有，就是大家10个国家共同命运那种感受啦。虽然对菲律宾这样一天到晚来无理取闹感到无奈，可是他们也不会说就这个事情就公开站在中国那一边了。我觉得中国大陆是顾虑到这种观感，所以一直没有下重手嘛。不要让人家觉得说大人在欺负小孩的是啊，那种感觉。而且完全不成比例嘛。中国大陆目前做的动作，你可以看到嘛，就是要么就是用水炮嘛，对，要么就是用灯光射一射嘛，那水炮有时候就打玻璃嘛，等等嘛，那你可以看到他做的动作，比如说055大区如果出来，那这个根本就是为了防美国啦，因为你也不确定美国会不会进来啊。有说有一艘船在外面嘛，所以他就要看着嘛。看着你嘛，你一艘船来，我也一艘船去，大概是这样的概念。搞不好是2艘船啦，反正就是比例上都压过你这样。OK， 那你现在怎么样来看？你刚刚讲说整个东南亚、东协这样还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嘛？那今天呢比较大的一个新闻就是新加坡现在正式换届了。李显龙一个讲法是说，他的预估是美中的情势紧张，大家现在讲的是未来10年，他说不是哦，可能是20年。你怎么样来看现在的一个状态？我觉得黄循财因为黄循财上来的时间刚好是菲律宾水炮或者是要强度一个危机时刻嘛，那也包括台海嘛，对，因为美国刚好在吕宋岛装低风飞弹，是系统啊，我觉得黄循财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人啊，他出来讲话，他坦白讲那种语气，我还真的第一次听到。他说：“南海不是美国独大。”这菲律宾那个新加坡以前的领导人不会这样讲话了。新加坡以前的领导人大概只讲到说，我们不要站边，我们跟美国好，我们也要跟中国好。是，他最多就这样讲。那结果他这次是讲，美国在南海不是独大，这样就有点在暗指着美国，你实在是搞太过了吧？
手生态进去了，会吗？就是菲律宾这些事情都是跟你背后在那边挑拨有关嘛，啊，那他还讲了第二句话，他说我们不会被台独力量利用。事实上这句话，我认为李显龙以前也不会这样讲话了，讲得太白了啦，意思就是你台湾如果太独了，那让美国中国都不高兴啊。因为美国不高兴的理由跟中国不高兴的理由，搞不好是2种逻辑啊。但是可能同样的一件事情都会让他不高兴。对，那我新加坡就觉得我没有必要陪你玩了。比如说如果赖清德真的做一些动作太偏台独，那搞不好星光训练计划就没了。我是觉得新加坡的领导人有这个特色了。就他们对地缘政治的敏感性真的是高度培训，所以从李光耀、吴作栋到李显龙到黄循财，我认为都是一样。所以你即便换人了，你觉得那个基础调一样是在那边？因为那个就是他存活的基本功啦。等于是你没有过这一关，你是不可能当总理的啦。那第二个就是。每一个领导人都经过多年多方面的培训，对，所以都不是像民主国家那个选出像拜登这种或者是川普这样的反正我就选上了。新加坡不是的，新加坡在这个部分还真的比较像中国大陆，就是他们对领导人的经历、学历有相当高的要求，那。所以简单讲，它这几个特色都能让人家感觉新加坡，越来越倾向中国那一边了。确实，你第二句话那一句就很明显了。事实上，新加坡本来是非常亲美的，是。那中国崛起的过程当中，跟他打交道，历经波折嘛。那可是他现在就讲话越来越白啊，他现在已经不怕得罪美国了。新加坡领导人不是这样的啦。李光耀那个时候即使有得罪美国，那也是在强调东方价值嘛。是那黄循财现在讲的是他在讲地缘政治。其实新加坡的领导人很少会去明白的表态，在地缘政治上去批评别人，他比较少。那黄循财这个是讲得很白说你不要以为你独大好不好？其实这个是在暗损你所以你怎么会认为你可以搞定呢？你搞定了菲律宾，也没有办法搞定我们呢。你怎么会天真的这样想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当然就意味着东南亚国家它的独立自主的外交的意识上来了。不然不会做那么鲜明那普拉博沃也出来讲话，那个印尼的新当选的总统他就对于这种冲突的样态，他很不以为然就是这样即便还没上任，但是他其实已经开始在对于很多国际上的情势，甚至出访，然后开始有很多的表态。因为呢，这对于他即将上任的这些事情，即将上任的这一段时间，目前正在进行当中的，都会影响到他未来印尼这个情势的发展。因为这个星期，我们在下一次直播之前呢，我们中间会先画一个520之后，到底对于我们讲的台海情势，甚至呢延伸到南海这一边，因为美国他一直在讲说，哎呀520台海、南海这边他们很担心有任何的变动大家一定要理性不要就是挑衅或者不要是出言让对方觉得不舒服等等等。但是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演讲？其实现在大家都很希望一切平安顺利就好，对，一切平安顺利就好，这个是所有人的共同心愿啦。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全球大量化呢，每个星期四的中午1点钟还会准时上线，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国际事。那同时啦，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如果说呢有需要我们这个泡菜的朋友协发行泡菜现在呢全部17种口味任选1瓶，市场最低价不到200块钱，有需要的朋友呢，欢迎直接到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可以点选连结来做选购。今天非常谢谢亮哥，谢谢，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